里面有东西。300米绝壁古寨发现大量古石遗迹，这是一处被称为妖仙寨的极阴之地。当我们放神进入其中，震撼的场面应接不暇。圈子应该是地主当时从上面丢下来的。丢下来的，看样子已经很多年了。你看这个锈是正儿八经的铜，因为铜的那个锈是绿色的。幽深的黑洞布满陷阱，板子下面是藏了什么？哎呦！银碗瓷瓶随意摆放，妖仙寨主当年为何撤离得如此匆忙？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，进入解说此寨的前世今生。哎呦！没用这种装备下去过？没下去过，那不敢去，不敢去啊！不敢去，那不敢去。蛮高啊，下面那黑人底下高的黑，有好高啊？底下还有几百丈，几百丈高啊！嗯，老人说那不敢去。说的这个妖仙寨呢，就在我面前的这面悬崖的下方。这时候孟少杰正在开线呢。我们刚刚在无人机里面看到了，里面有一具木盒子正对洞口，不知道那个里面藏着什么啊？今天呢，咱们就利用这个专业的安全装备，神降其中，一探究竟，看看妖仙洞的深处究竟藏着什么秘密。你看这个绳子，有人寻宝？这好垃圾的绳子啊！这里是来了一批寻宝的人呐、这应该是他们用过的绳子，这个绳子就是五金店里面买的那种绳子。这种在作为锁匠的时候是非常的不安全的，随时有可能会断裂。在我们老家那边都是用来拴牛和羊的。看来这个寨子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。我们继续下降。这里还发现了非常多的绳索，这个绳索有点粗啊，是高空作业的那种绳子，但是看起来这绑得很乱啊。这看起来已经很久了，摆在这里，应该是一批很不专业的这个探险人士下到了这个洞中。这里还有人家做的绳梯，在这个2根安全绳上面用这个螺纹钢做的这样一个梯步，这样一直放下去了。我们到了这里呢，下面就是一个垂直悬空，这里到河底差不多有接近300米的垂直高度。然后咱们继续下降，看一下他们这一批人是否已经成功进入洞中。从这里过来了，就能够看到那个下方有4根木质的栈道，当年的人也许是从那个峡谷里面这样横切到这个妖仙寨里面去的哈。这时候先锋已经进洞，咱们看一下，这是一个300米的大悬空，非常的高啊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。像这种行为非常不可取啊！可以看到这里绳梯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保护，这样爬上爬下的，太危险了。能够看到下面的绳梯是已经拉进了洞口。看一下这个栈道，好像是沙漠的哈。然后呢，这边能够看到这个妖仙寨的寨墙了。这个洞口有根大树，好像是那个金蛋子。包括那个岩壁上面还有那种石匠开凿的方孔，这个栈道应该是贯穿了这整面岩壁。这里有棺材，有棺材？对，里面还有东西。哦，你面前是锅盖吗？这是个锅盖。我的天啊，这里面好多人为一件，还有很多罐子。这个绳梯是怎么也到这里面来了？应该是探宝的人来了吧？寻宝的人？对。他们太厉害了，这才是寻宝的人呢！你们老说我们是寻宝的，寻宝的他是不会用我们这种装备的。咱们通过安全绳索，这时候已经抵达了这个妖仙寨里面。可以看到这个石墙呢，差不多厚度在1.5米左右啊，做的非常的结实。曾经这里应该是做的有个大门，那边的木质栈道呢是直接打到了这里，但是现在时过境迁，全部已经腐朽了。这个石门做的有3层的防御工事，然后这边还有木梳子哈，这是梳子。这个里面整体看起来是非常原始的一个状态。这里还有一只那个清代的那个鞋子，这是鞋子还是袜子啊？老孟？啊，应该是一个袜子。鞋子吧，这下面那个千层底。就是那个有点短的。绣花鞋，3寸金莲，只有这么长，看，很短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地上。这边还是那种素胚的民窑碗底，这里还有个蜂窝。嚯，
木箱子，箱子上面有铜钱啊。这应该是装粮食的那个竹篾编织的篓子。嘿，这里这个就厉害了，这是很多五灵纸，有特别多的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碗，这个五灵纸很多。来没？要不要来上一碗？这是中药哦。啊，这边呢还有一个锅盖。哇，里面新鲜的。这里也有一个碗。简单的花纹，我们把它盖上去，尽量是拍完之后回归它以前的状态。这个上面做的有月阶2层，这个上面还有一个木架子，有楼板呢。这里这是什么啊？一根中绳子，这个有可能是一个背篓的那个叫什么被子系，就是说这样搞在上面可以背的那种。有点像哈，还是把它放到这里，看一下。哇，我的天哪，真的有一个木盒子在这里。哦，木盒子里面有东西，这里有东西。你看到地主的那个头没有？我看到了。看到没有？从这个缝里面能够看到下面的东西啊，里面有一个瓶子，还有一个碗。那个碗应该是银的，感觉没生锈哈。嗯。如果是铜的，它会长那个绿色的霉菌。那里有个铜的呀，那绿色的。那是一个瓷瓶，好像是个瓷瓶。哎，看不太清楚啊，是一个。这个我们不要动它，这个动不了，这个盒子不能动。然后这边凿的有一些方孔啊，这里进来差不多就是20多米的距离啊，前面有很多的一些生活用具的碎片。这时候我们向洞道深处前进，这里面还有，这应该是柴火吧，有可能啊。上面又是一根沙木横在这里，它做的有几层啊？应该曾经这个里面是住过很多人。因为这个上面大大小小的有很多这种方孔，我们找一根像一点的那个木方给扎进去看一下，它当时就是这么扎进去的哈，看吧，看到没？它如果这样扎进去，它这个上面就可以放板子了，对不对？跟我们以前70、80年代住的那个土木结构的房子是一样的。这个地上的钉子还是这种样子的。咱说这是一个地主寨，这个洞道不深了，它的主洞是跟这么上去的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看起来当时这个地主啊，他倒得很匆忙，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，地上还有谷子啊这些，说明他都没吃完就直接被剿灭了。我们现在去它的2层看一下，看到这里是一个小老鼠在那扒了一个窝，这松树一碰就成了面了，这已经腐朽了。刚刚那箱子里面瓶子，应该那批不太专业的寻宝人进来之后啊，他也没有动那个。这个腰签寨是一个比较邪门的地方，他们说八字不硬，不要在这个里面来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上面没有空间了，但是沿路进来呢，都能够看到这一些水平的方孔，对应洞道的两边。这里面木板变少了，分成了一上一下2个洞道。咱们先走上面。外面是藏了什么？哎呦，天哪！看那个位置有东西。我的天哪！这一整头全都是，这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架起来的木盒子，最后腐败之后一下塌下去，可以看到那些东西全部还埋在下面。然后在这个后面呢，咱们发现了有2架非常完整的木梯，这个下面也有一个非常，哦，
这个下面还有深洞到进去的。对，包括这个下面都还有。我们现在是第2层吗？对，现在是第2层。我们这个梯子这里可以上去哈。可以。我们上去看一下，好像有很大的空间。梯子还挺结实，还没被腐朽嘞。上去看一下。哦，上面豁然开朗，出现了很大的空间。这是一个干洞道。一个悬崖寨能有这么深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哎，这里还有台阶的，这应该是以前地主取水的地方。你这里过来挺动道的，这个进来很深啊。我看，这是一个水溶侵蚀的东西，但是这个悬崖洞啊，这里还发现了一个大小坑。这里边。哦，这边也发现了一个碗，那是个大碗呢。这是个面碗，那破了，可惜了。有没有款呢？看不到。没有，应该。然后这边可以一直过去。哇，这里有一个竖井嘛。对。通天大竖井呢，那应该是通到了我们神降点那个位置，一个竖井下去。直通通的，然后这边还有路继续深入。这个竖井有多深？要不要丢个石头看一下？待会儿我们回来降一下吧。我们先往里面去，看到了吗？这个下面一个小裂缝，一直深入的。这里很深呐，下去。咱们。顺着这个裂缝一路深入，下面也是有一条地道的，这个下面也是有一条地道，这么一直进去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是走到2层，2层这里过去一个黑漆漆的洞口，不知道会通向哪里。这里是重庆石柱黄筒天坑，相传天坑底部尸骨无数，上世纪有胆大的村民放神进入其中。在天坑底部的山洞发现过金疙瘩，究竟尸骨从何而来？金疙瘩又是否真的存在？我们一行4人决定所降深渊，探明真相。这个天坑的深度呢是183米，所以呢，这时候我们就决定下去一探究竟。相传，根据刚才那位大叔所说啊，他说这个天坑里面呢，曾经发现过那个金疙瘩哦。不知道这个金疙瘩究竟是说的什么呢？有可能是那个佛像啊，也有可能是黄色金属一类的东西。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天坑口面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深度看起来是非常的恐怖的哟。我们这时候都穿上专业装备，马上就准备下降了。我们选的下降线路呢是这边的一条小河啊，这个小河呢，它是把这边冲刷的非常干净，从这里下降了就没有遮挡。依然是找了一个自然锚点了，把这个绳子是铆在这个大柏树上面，这个柏树的直径有20多公分，非常的安全呢。现在我们在这里做了第2锚点，这第2锚点呢是预防磨绳的，在这里就准备下降了。这下去20多米有一个平台，然后就是垂直下降了。现在阿虎正在穿装备啊，我们在这个边上看一下，这下去可以说是深不见底啊。180多米的垂直落差，这里看上去是非常恐怖的，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哦，这是专业设备、专业下降的操作。现在我正在下降，先下降到第1平台，然后在下面去看能不能脱跑。站。由于这个绳子垂下了底啊，100多米的绳子，它这个就要往上送，不然的话你就降不下去。坠力太大，这个地方还好。
现在我就从这个2级平台顺利的下到了这个天坑底部，在这个旁边呢，发现了一堆骨头，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骨头啊，看起来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。咱们继续前进，可以看到这个前边呢有一些猪啊、狗啊、羊的这些尸骨啊，有些还没腐烂，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寒冷啊，所以呢没有很大的气味。这要是热天的话，进洞那就受不了了啊！咱们继续前进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天坑的四周都是悬崖绝壁，没有绳子的话是绝对下不来的啊。哎，这边有一个垃圾桶，这个垃圾桶可能是附近的村民把它丢到了这个河中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在涨洪水的时候呢，就随着这个水流呢，到了这个天坑的底部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像个小河滩一样。然后咱们继续前进，这里没有什么土啊，有可能在雨季的时候，这里是被水淹起来的。可以看到，这就是我刚才下降落地的地方。我和小蚱蜢已经下降到了天坑底部，然后阿志和阿虎了正在下降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只剩了1-2米的绳子。我们刚才用石头测算了这个天坑的深度啊，测算了大概是150米，然后我们准备了155米的绳子，所以就剩了这个1-2米啊，测算还是非常精准的。咱们继续前进。完全就跟一个干河滩一样，前面黑漆漆的一片，不知道前面会不会有洞口。这里有一块青花瓷，这里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嘴巴的骨头。咱们继续前进。哇，这里的河床是往下去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。这里好像是有洞道往下去的啊，因为这个水是在这里消失的。咱们继续前进。看那个前面一个黑洞，然后这个洞的左边呢有几窝棕树啊，棕榈树。从这里看那个天坑，只看到一点点光，像个月亮洞一样。这个天坑的顶部呢是非常的平整，没有其他的洞道。在这个下面发现了一个石头，上面刻的有这种文字啊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字，这明显是一个非常久远的石头，看着不像是自然形成的。看，现在我就到了这个小水洞这里，这里有一些木棒啊。然后呢，下面是有一个裂缝，我们就从这个裂缝爬进去看一下。这好窄啊，这个！哎呀，我的天呐，头在撞这个石壁啊！这上下的高度可能只有50公分。好，哎呀，这块头大了，钻这种洞很难搞啊，真的很难搞。哇，好大的风啊！这里应该能够通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哎呀，前面好像有水呀！你们快过来，这里有水。在里面，哇，跑得好快！看到他很开心哦，因为刚刚接触了我的温度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相对来说要大一点，也是这个，哇，跑得好快！抓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很活呀，这个，看到没有？很多小龙虾，这个潭里面遍地都是这种，丢了。哎呀，那个龙虾也没什么用啊，因为这个水太脏了。我们继续看一下有没有别的洞道。哎，这里有一个大木头，哎呦，这应该是阴沉木啊，感觉。哎呀，
哦，这里空间还不小哎，可能有10来个平方，但是没有其他洞道了。这里被堵住了啊！哎呀，我们只有原路返回。走，原路返回。哎呀，我的天呐，头撞了一下。现在就从这个洞里面出来了。哦，好难走啊！哎呀，这太滑了啊！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有些蕨类植物是外面看不到的。继续前进，现在可以把电筒关了啊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3、4窝这个棕榈树，这个应该是自然生长的。哇，看这周围没有可以走下来的路啊，四周都是绝壁。我们沿着这个石壁看一下，还有没有别的通道？看一下老人说的那个金疙瘩究竟在哪里？哇，这下面的温度还挺高的，走得非常的热。我的去，这里是个陡坡。这挺滑的啊，这个。找了一圈没有找到老人说的这个金疙瘩，我们决定原路返回，顺着绳子爬上去啊，这没有路可以走出去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全部从这里上来了，在下面也没有发现那个老人说的什么金疙瘩，是完全没有发现啊。再就是根据我们分析啊，这里曾经是一个湖泊，因为下面有很多这个沉积土，而且有很多碎石啊，有很多鹅卵石，就说明了这里曾经是被水呀淹起的啊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拜拜。洞穴中的钟乳石大佛你见过吗？20多米长的巨龙为何藏于此洞？在800里清江的源头，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处神迹——盘龙洞。洞中偌大的空间可容卡车通过，此洞究竟有何秘密？跟着我的镜头，我们深入洞穴一探究竟。人言道啊，800里清江美如画，300里画廊在长阳。本着追根溯源呢，我专门从长阳驾车300多公里来到了湖北利川，这也就是清江的源头。根据当地村民所说啊，在这个清江源头啊，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溶洞，名盘龙洞。相传洞中有一石龙，长约20来米，栩栩如生。洞中更是建有一尊石佛啊，特别的灵验。虽然位居深山，但依然香火鼎盛。今天呢，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，咱们去往盘龙洞一探究竟。出发！走进这个洞穴，我不禁感叹这个古人的劳动与智慧啊，真的是令我肃然起敬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洞口是建有一方城墙，它的长度差不多是13米，厚度约2米。这个门口有一个石门，但是现在石门已经被损毁了，从这个门槽可以看出来。我们慢慢走进这个洞穴，就可以看到在那个洞穴的深处啊，有一尊佛像是披红挂彩，看起来尤为神秘。我们现在就走进去看一下。我们刚进洞口10来米啊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地上有石台阶，从这个洞的中间蜿蜒而下，直通佛像的正前面。咱们继续前进。这里是有几层石台子，看到没有？这应该就是曾经的古庙遗址。哇塞，看起来是特别的神秘啊！这个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我身旁的这尊石像呢，它是由钟乳石一体成型的雕刻，看起来是特别的雄伟啊，特别的壮观。这个我们不做过多的介绍了，我们直接绕过佛像，进入洞道的深处去一探究竟。好，大家跟着我的镜头出发。这佛像的两边呢有这个石柱，这应该是曾经盘龙庙的这个柱底座。咱们现在又随着这个洞道继续深入。这里的洞腔看起来还不小啊，它左右的宽度是20来米。高度是10几米左右。
洞壁的两边挂满了形形色色的钟乳石。在这个佛像的右边有一眼清泉，可以看到这个水是清澈透亮。旁边呢是有这个青石的围园，看起来有很多人在这里舀过水喝，因为这个上面的石头已经包浆了。在这边发现了有一个巨大的这个青石水井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水了。然后这个上面还有崩落了有许多石块。右边好像是有一个洞道，但是没有左边的洞道宽阔。咱们继续前进。这边有一个泥水井，里面还有水。我现在就站在这个主洞道的最中心，可以看到这个洞道宽阔平坦，里面也是十分的干燥，整体的结构是非常的稳定的。在这个洞壁的右边呢，有一条小道，看起来已经走过了很多人。深不见底，小蚱蜢在前面说他这个洞穴深不见底，特别的平坦，特别的干燥，特别的舒服。咱们看一下还有哪些遗迹。这个地上还挖的有这种坑哦。哇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取水池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快来快来，这是什么？天哪！这搞得我有点不敢进去啊！这里有个石屋，进去看一下，刚好容一人通过。里面宽不宽阔？你查也没有啊。哇塞，这里面写的有很多人的名字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哇有点意思哦。它是这样一个 U 型门。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个石屋。哇塞！好，咱们继续探索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看这里，这是不是这个村民说的盘龙？这不就是一个钟乳石潭的这个弦子吗？看到没有？仿佛一条巨龙在这里盘卧着，但是长度没达到20多米。这里还有这个蛋黄石，哇，看起来很神秘哦，很好看啊！这个，咱们继续前进，这就是一个钟乳石叠潭群。咱们继续往洞道的深处前进。哇，这里洞腔很高啊，差不多有30-40来米。这个洞穴里面来的人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，因为这个石壁上面刻的有好多这些文字，什么到此一游，这个非常的不文明呐，相当于这些游客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耻辱柱上一样。不要去做这些破坏大自然的举动，显得这个人很没品啊。我们看一下这里洞道就变成了泥潭，这前面有干枯的地下河，可能在雨季的时候这里水量是非常的充沛的。咱们继续深入，这里看起来是特别的幽深，我在这里很小声音的说话都有回音，这回音传得非常的远，就说明这个洞道是非常的深。哇塞，看这根钟乳石柱，看起来好霸气啊！咱们继续前进。哇，这里有蛋黄石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远远望去就像那个白玉一样，特别的漂亮。哇，亮光闪闪的，晶莹透亮，特别的好看。这个里面好像还镶嵌的有这个血红的这个石头。哇，好漂亮这个。咱们继续前进。这里发现了这个村民说的玉葫芦，就是这个钟乳石啊，像葫芦一样，特别的好看。上面就像一个开枝散叶的大树一样，看起来非常好看，非常的神秘。咱们继续往洞道深处前进，最美的风景一定在最里面。这里面的这个洞道变得非常非常的平坦，而且地上有这个硝粉，
就看起来像下雪的这个田地一样。继续前进。这个洞一直进来都是呈水平的这样一个位置往山里延伸的，不需要锁降，也不需要攀岩。在这里看起来就像大马路一样，非常平坦，感觉大汽车都能够在这里面开动起来。这种洞走起来就非常的舒服，适合一些轻度户外的人来这里游玩。记住这个位置，这里是凉雾乡盘农村盘农洞，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过来玩一下。这里面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，还是比较好看的，不需要什么装备，只需要一双很防滑的鞋子就可以探索这个洞道。哇塞，我真的是大意了，原来这就是村民所说的盘农。这也是钟乳石叠潭的这个叠潭边边啊，可以看到这里是已经干涸了，但是整体看起来还是非常的霸气，看到没有？真的是像巨龙一样，蜿蜒曲折，特别的好看。哇，这里像一个石狮子在这里矗立着，咱们看这个像不像狮子？从旁边这样看去，就像一尊小狮子，特别的神秘哦。有水吗？我来看一下，前面叠潭里面发现了有水，这种地方怎么拍出来好看呢？我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就是把这个电筒放到这个水里面，它整个叠潭呢就会映出那个绿色的光芒，看起来会特别好看哦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边上很滑呀，哇，看到没有？非常的好看哦。再把这个手电这样放到水里，然后就会映射出这个水底与水面的这个折射光，特别好看。这里应该是进去很深的，但是洞道很狭窄，我们不再继续探索，我们继续探索主洞道。这边也是一个叠潭，在雨季的时候这里应该是水平的，咱们继续前进。这个里面来的人就比较少了，有可能热天的时候来这里是要打湿鞋子的。哇塞，这是一层一层的往上去了，像台阶一样。哇，这个亮闪闪的钟乳石看起来还是挺好看的，能看到吗？亮光闪闪，像钻石一样，这种并不少见啊。你看，这个洞顶是挂满了形形色色的钟乳石，然后这个钟乳石叠潭呢，一直是向着那个水源的方向继续前进的。你看这个地上，哇塞，这亮光闪闪的，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咱们尽量走别人走过的路，这样就不会破坏原始的风景。这里很好看，这里很好看。这个钟乳石形成的这种像布帘一样的这种玉带，上面有水的地方呢，就是看起来玉化的通透，但是没有水的地方呢，看起来干干巴巴、麻麻烂烂，很不圆润了。这种石头都是非常的透的，可以看到这别人敲过了，但是这个钟乳石依然是在顽强的生长。看到没有？这明显有人敲动过的痕迹，但是这个鹅管已经在向下延伸了，相信过个几千年，这个钟乳石又可以再长起来。比如说这个钟乳石的恢复周期是非常非常长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这种最原始的风景。看到没有？这里是没有被人动过的，看起来就像一个罗马古塔一样。这个洞道了，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是没有别的洞道了。哇，非常非常可惜，这一大尊钟乳石是被人敲下来的，但是没有弄走。这个真的是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，感觉非常的痛心呐。我感觉我们的国民素质还是要提升一下。哇塞，这个太好看了！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真的是像钻石一样亮光闪闪，特别的好看。看到没有？
从各个角度看过去，它都是亮闪闪的。因为这个钙镁离子的结晶体呢，它是有一些镜面的这样效果，所以呢，它是反射我的这个头灯的电动光哈。太强光的话是看不出来这种效果的。这个洞道到这里也就彻底结束了，整体的洞道差不多是一个800多米深。哇，这个太好看了，亮光闪闪的，特别的好看。这个盘龙洞的探索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在这里呢，呼吁大家看到这种神奇的洞穴啊，唯美的风景，一定要把它好好的保护起来，不要想着把它据为己有啊。这么好看的钟乳石，你搬到家里面，它并不一定能绽放这样的光彩啊，让它在这个自然的条件下，它才可以绽放出它绝美的这一面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是户外小北，拜拜。